这个老师也太迷人了，一出场就是万众焦点。你看他那迷人的小步伐，举手投足间散发着无限的魅力，看得小弟那是一愣一愣的。东尼也是个狠人，直呼老师的小名，还说想约他去看演唱会，顺带附赠运动套餐。老师一看这情况不对，直接罚他留堂1个月。老师告诉东尼他惹上大麻烦了，本以为他是要告家长，却没想到老师话题一转。You have a little crush on me? No. No. So, you don't want me. 东尼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，自己是在做梦吗？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。老师从东尼嘴里接过口香糖，本着不浪费的原则。其实老师放学让他留堂是有目的的，他已经注意东尼很久了，每次体育课都会看他打球，尤其是上下跳跃时让他着迷。不过有些动作还不是很好，所以他要给东尼好好辅导一番。看到这不禁感叹道，少年时能遇到如此授业解惑的好老师，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。自此之后，每天放学东尼都会去补课，成绩那是突飞猛进。东尼在台上演讲，老师则是在台下给他爱的鼓励，考试时也会把答案写在上面。东尼时刻都保持着一颗好学的心，就算在开校园大会时都不放松。就在台上同学发言时，幕布后传来奇怪的声音。校长示意拉开帷幕。校园大会正在进行中，突然幕布后传来堕落的声音。校长示意拉开幕布。台下瞬间一片唏嘘，随着一声惨叫，众人都亚麻呆住了。如此敬业的老师真的是不多见了，同事都给他竖起了大拇指，点头称赞他是个好老师。这一战让东尼成名，台下送来了雷鸣般的掌声，东尼俨然成为了所有人的男神。堕落事件引起轩然大波，很快老师就被告上法庭，但人们都不认为东尼犯错了，他只是实现了每个男孩青春期的终极幻想。不过老师就惨了，在他站起来那一刻，大家都惊呆了。是的，造出人命了。让我们恭喜东尼喜当爹。最终老师被判小黑屋30年，而这条人命判给了东尼。然而他还是个孩子，只好由他的父亲代为照顾，直到东尼满18岁为止。Take care of our baby, Daddy! It's the miracle! I'll never stop loving you! Daddy's just fucking mental. 这件事迅速登上了各大报刊，东尼一夜成名，赚得盆满钵满，从此过上了醉生梦死的生活。转眼20年过去，东尼昔日的辉煌已经一去不复返，他正面临着巨债的压力，因为常年没有缴税，所以他即将面临5年的徒刑。可他全身上下只剩下20美元了。正当东尼无计可施时，朋友告诉他一个赚钱好办法，过几天正好有一场马拉松比赛，这个胖子的赔率是8000比1，如果要他赢了的话就能翻身了，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。但此时已经走到绝路了，东尼只好放手一搏，将所剩无几的钱都压在胖子身上。他又找到曾经的老板，希望通过自己过气的名气再捞一笔，可换来的却是老板无情的嘲笑。接着老板给他出了个主意，量身定制一档节目，就是让东尼带着儿子去监狱探望老师，疯狂一家人在女子监狱团聚，那收视率一定爆棚，到时候东尼就能拿到5万酬金。如果没有这笔钱，他就可能要去蹲监狱了。东尼的儿子在成年后就离家出走，如今已是年轻有为的基金经理，而且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。通过多方打听，东尼终于找到儿子的住所。面对突如其来的东尼，儿子派克差点被吓死，因为在岳父面前，他说自己父母早已被炸死，这么多年都是自己一个人过来的，所以面对眼前这个突然出现的父亲，他瞬间惊慌失措。为了不败露自己的身份，派克将东尼介绍为自己的老朋友，就这样他才留在了儿子身边。回到房间，东尼谎称他的母亲生病，所以希望他能和自己去探监，但派克一直认为他是个糟糕的父亲，时刻都想和他撇清关系，让他去探监那简直是不可能的。他让东尼赶紧收拾东西走人，但家里人却邀请他住了下来。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都是让人感到有些坑洼。这个老爹有些郁闷，他想让小弟开心，却没有可以释放的目标。就在束手无策之时，不经意间看到桌上80岁奶奶的照片，接着就开始了针线活，和奶奶开始隔空合作。在婚礼前的一晚，东尼带着儿子和众人去了男人天堂，为儿子庆祝单身的最后一个夜晚。酒足饭饱送走众人，东尼拿出当初老师送给他的礼物，然后交给儿子，希望他能永远幸福。接着东尼教儿子骑车，他想弥补儿子失去的童年和父爱。经过几天的相处，父子二人的关系有了一些缓和，派克也逐渐开始接受这个不靠谱的父亲，二人紧紧相拥在一起。转眼到了第2天，派克瞒着东尼去监狱探望老妈，但这时东尼已经不想利用儿子去赚钱。但是为时已晚，派克已经来到了监狱。虽然20多年过去了，但卖家老师的出场依旧是风情万种。正当一家人开心的团聚时，突然一只话筒出现，派克转头一看，原来是电视台的人。老板将他和东尼的计划说了出来。此时派克明白了，原来东尼一直在利用自己赚钱。派克一气之下愤怒的离开。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东尼只好收拾行李走人了。可是在离开前，他意外听到未来儿媳打电话，原来莉亚在外面早已有了相好的，和派克结婚只是做样子。
他将这件事告诉了儿子，但此时派克根本不相信他的话。为了儿子的终身大事，东尼选择寻找可靠的证据。他来到莉亚的房间外，准备当面对质。可是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到那种声音。为了验证真假，东尼翻出窗户外，结果不出所料，此时莉亚正在骑马玩耍，而那个马竟然是他的弟弟。东尼恶心至极，拍下照片作为证据。在离开前，莉亚想拿钱了事，如果得到这笔钱，他就可以拿去还债了。此时东尼犹豫了，在金钱和亲情面前，他该如何是好？最终他选择了亲情。在婚礼开始前的1分钟，东尼出现阻止了婚礼，撕毁支票，并将事情的真相公之于众。听到这，派克难以接受现实，丢下未婚妻和老爸回家了。他放弃了这种一本正经的生活，选择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赛场上那个冷门的胖子竟然夺冠，东尼咸鱼翻身，不用去监狱了。等麦贾老师出狱后，等待他们的将是幸福的生活。